如果丟了一支公家的毛筆，你覺得要罰多少錢呢？在秦朝啊，這不是道歉能解決的事兒。根據湖南里耶出土的秦簡記載，一個基層小吏因為弄丟了公家發的毛筆，被判定要賠償1兩甲。這筆罰款呀，相當於他幾個月的工資，甚至可能讓他傾家蕩產。你以為你是在看歷史嗎？不，你是在看一場2000年前就已經演練過的極致到病態的行政恐怖。歡迎收看照見歷史，我是你們的老朋友。咱們今天來聊一聊，在大秦帝國，一個人是怎麼被報表活活壓垮的。咱們平時提秦朝，滿腦子都是橫掃六國、焚書坑儒，或者是地宮裡那些面無表情的兵馬俑。但是你有沒有想過，這麼龐大的一個帝國，它是靠什麼來運轉的呢？它不是靠秦始皇的一聲令下，它是靠無窮無盡的細碎到讓人想發瘋的文書。1996年，在湖南龍山縣的里耶古城，考古隊從一口枯井裡挖出了3萬多枚木简。這些木简不是什麼圣人之言，全是當時基層公務員留下的行政記錄。說白了，這就是大秦帝國最真實的後台數據。看完這些数據啊，讓人脊背發涼。在那裡沒有英雄，只有被格式化了的人。咱們先來聊聊秦朝的物資管理，這絕對能讓現在所有的大廠行政汗顏。在里耶秦簡裡有個叫千陵的小縣城，那裡的公務員每天都在幹嘛呢？他們在登記每一粒糧食，每一片羽毛。對，你沒有聽錯，真的是羽毛。當時為了做箭簇，帝國對羽毛的需求量是極大的，基層官員必須精確統計每只鳥身上拔下來了多少根羽毛，少了就要被追責。最離譜的例子就是我開頭說的那只毛筆。在秦律裡，公家的東西哪怕是一支筆、一塊抹布，都有他的身份證。簡文裡記載了一個叫做辛的小吏，他領用了一支毛筆，結果不小心弄丟了。那在咱们現在看來啊，頂多是被經理翻個白眼，對吧？但是在秦朝，這叫做失亡公物。檔案裡詳細記錄了他申報失蹤的時間、地點，以及最後判定他要賠償2甲的處罰。你要知道，秦朝的一副甲是非常貴的，那是普通農民1兩年的收入。這哪是在用筆呀，這是在用命來寫字。這種對微小細節的極致監控，本質上就是一種行政恐怖。它傳達了一個信號，在系統眼裡，物比人重要，流程比人命更重要。說完物呀，咱們再來說說時間。現在咱們上班打卡遲到，可能要扣個50、100的。但是在秦朝，如果你負責傳遞一份緊急公文，遲到了会怎麼樣呢？秦律規定，遲到1天鞭打8下，遲到2天那就翻倍。如果這是一份關於軍事或者重大行政的公文，遲到甚至可能讓你直接被拉去修長城，也就是所謂的城彈。里耶秦簡裡有一組數據非常有意思，叫做行書記錄。每一份公文從出發到抵達，幾月幾日幾時，負責人是誰，都要蓋章。這就是2000年前的快遞物流追蹤系統，但這個系統背後卻是基層小吏在泥濘的古道上拼命狂奔。為了不遲到，他們可能幾天幾夜不合眼。你以為這就結束了？並不是。最內卷的是呀，秦朝還有一種制度叫上計，也就是每年各級官員都要去咸陽匯報工作指標。如果你的考核排名靠後，不僅是降職，你的家族、你的推薦人都要跟着連坐。這種末位淘汰制的恐懼是刻在骨子裡的，每個人都在盯着別人，每個人都在害怕那個隨時可能降臨的差評。在讀這些秦簡的时候，我有個特別強烈的感覺，在那裡啊，人是不存在的，只有符號。比如有一枚木簡呀，記錄了一個叫學的小官，他在千陵縣工作了10幾年，
他的檔案裡全是像某年某月他發放了多少口糧，某年某月他追討了多少賦稅。除了這些冷冰冰的數字呀，你看不到他有什麼愛好，看不到他有沒有孩子。唯一的例外是他在一份報告的邊角上寫了一個小小的歪歪扭扭的字符。考古學家推測呢，那是他名字的私印，或者是他在長年累月的枯燥工作當中无意识留下的涂鸦。這就是最悲哀的地方。秦朝建立了一個當時世界上最精密的行政機器，它能統計出每一棵樹的直徑，卻從不關心守着這些樹的人快不快樂。在這種系統裡，你做得越好，你這個人就消失得越快，因為你變成了一個完美的零件。當一個系統強大到可以量化一切的時候，它其實已經變成了一座監獄。這也就是為什麼雖然秦朝的數據看起來那麼完美，防線那麼嚴密，但是當危機來臨時，那些原本應該守護系統的零件卻選擇了冷眼旁觀，甚至親手拆掉它。聊到這兒呀，我想問問大家，你覺得我們現在的生活跟里耶秦簡裡的那些小吏真的有本質區別嗎？2000年前，他們在竹簡上刻 KPI， 為了丟一支筆而瑟瑟發抖。2000年後啊，我們在螢幕前填寫報表，為了錯過一封郵件而焦慮失眠。系統變得更先進了，從木簡變成了光纖，但那種被量化、被監視、被工具化的邏輯變了嗎？我們口中常說的內卷，本質上就是一種行政處理技術的異化。當我們把所有的精力和智慧都耗費在那些無意義的流程和證明題裡的時候，我們其實就是那個叫學或心的小官。歷史照見的不只是過去，還有我們當下的困境。希望聽完這一期，你在下一次填報表對指標的时候，能給自己留一點呼吸的縫隙。畢竟歷史已經證明了，一個不關心人的系統終究會死於他自己的精密。這裡是照見歷史，下周我們來聊聊現代史，看看1995年當人類第一次發出互聯網廣告的時候，我們是如何在不經意間把數字自由親手交給了算法。如果你也討厭浮躁，想聽點不一樣的，別忘了訂閱關注，咱們下期再見。